陛下，北境将士苦啊！军库空了，粮仓也见底了，弟兄们吃了上顿没下顿，饿极了，连沙子也往嘴里咽。臣每看到此景，倍感痛心啊！大帅，说昨夜库房又塌了一面墙，不是年久失修，是外邦送来的金砖太多，生生压塌了。唉，军中库房年久失修，已无钱可存啊！大帅，咱们北境今年的过路税都收麻了。城南、城北、城西库房全塞满了，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前日林副将还问要不要把马厩拆了，堆那批新打的铁甲。马厩能拆吗？大帅终于觉得奏折不能乱写了。哼，马厩不能拆，马厩空着正好。万一哪天关外的蛮族不懂事儿，跑咱们这儿来闹事儿，抓了他们总得有个地方关吧？哎呦，大帅，关外的蛮族现在都绕着咱们北境走。那就写蛮族频繁扣关。将士们疲于死战。大帅，这奏折送到京城，朝廷派人来查怎么办？查什么？咱们北境路破，粮少，弟兄们天天吃沙子，记住了？记住了。送完驿站，顺便告诉费因，让他带2个跳胡旋舞最好的西域娘子来府上。本帅这几天累得心力交瘁，需要听曲儿补补。大帅，您在城里的名声已经传开了，说您贪财好色，再这样下去，迟早传到皇上耳朵。名声臭点好，名声太好，朝廷就得给我升官，升了官就得去京城兵部，天天被御史盯着，那还怎么睡到自然醒？我在边关搞钱养兵，带着弟兄们吃香喝辣，还不能享受一下？只要我装得越惨，京城那帮破事就找不到我身上。将士们饿极了，沙子也往嘴里咽。老李，你听听，边关将士苦啊！往后谁再敢克扣北境一文军饷，朕即刻砍了他的脑袋！老爷，咱们是不是走错道，走到江南去了？免费喝啊！路过的灾民免费喝。这叫饿得咽沙子。那粥里的肉块比朕御膳房切的都大。站住！进城交钱。这2个大头兵手里拿的，竟然是连御林军都配备不起的百段金刚长枪。交钱。对，大前人10两，京城来的50两，外商100两。抢钱啊！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在大钱的疆土还要交钱？城管执法，当街喧哗，罚款50两。你放肆！再喊加罚50，不交也行。去城外跟蛮子睡。这银子上有朝廷内库的官印，你敢收？官印算个球！在我们大帅的地盘，只有谢字管用。再废话，连你一块罚。让一让，别惊了老子的驴！你竟用汗血宝抹拉夜香！大帅嫌这马太能吃，分给咱们拉粪。这是云铁锻造的神兵。战马瘦骨嶙峋，每日只能啃食枯草，兵器朽烂如柴，将士们唯有死战。千金不换的汗血宝马拉夜香，天下罕见的云铁神机拿来剁骨头。如果这叫吃苦，那朕在皇宫里过的日子叫什么？叫要饭吗？好一个谢大帅！老李，走！我今日若不活劈了这个国贼，我就不姓赵。店家，来2碗羊肉汤，多切点肉。得嘞，200文。200文，
京城一碗也才30文，你这是抢钱！二位是外地客吧？咱这是大帅合过价的，贤贵去后街那20文一碗，不过没肉。就算合过价，这也高得离谱。可是这地方官府纳税太多，逼得你们不得不抬价。那可不，咱们这一个露天摊位，每个月光交给大帅府的钱就要30两银子。30两，老爷您听听，他这是在喝百姓的血呀！这么高的摊位费，你们就不怨？怨啊！交钱时谁不骂大帅贪财？可第2天大家伙还得打破头抢摊位，因为赚钱啊！这地方外商多，我以前在乡下摆摊一天卖20碗都难，现在一天能卖300-400碗。二位老爷，您说说，这世上有几个地方能让咱们这种人1年净挣出1套房钱？那你们这个大帅究竟是好官还是贪官？好官也是贪官，在大帅的规矩里，谁让百姓吃不上饭，大帅就敢砍谁的脑袋。这谢爷又贪又毒，却偏偏能让百姓赚到钱，真是个怪胎。死人了！监狱门口、赌场门口死人了！老天爷开眼，大丫二丫不用被卖去关外了。呸！死得好！这赌鬼昨天连老婆的救命药钱都偷了，刚才还叫嚣着要把俩闺女卖了换钱，自己脚底打滑磕死在石阶上，纯属遭了报应。呸！真是活该，可惜弄脏了人家的地界。就算是赌徒，也罪不至死。光天化日之下出了命案，这赌场难逃干系。这位大嫂别怕，老夫今日拼了命也替你做主。出了人命，为何边关守将迟迟不到？这还有没有王法了？二位大爷，外地来的吧？别等了，谢大帅这会儿就在对面那座揽月楼里听曲儿呢。那曲儿没唱完，天塌下来，大帅也不会升堂的。有人横死街头，身为镇边大将，竟然还在对面的青楼里搂着娘子喜乐。这边边的亡命军纪，竟被他败坏到了这种地步。老李，不用等了，我现在就去对面，要亲自问问他，这镇边大将是怎么当的。吵什么吵？下面哪个不长眼的在号丧，敢打扰老子听曲儿？大帅到！大帅，王六在赌坊出老千被抓，持刀撒泼时脚底打滑，磕在石阶上没气了。怎么，王掌柜改行做杀人生意？大帅明鉴，他自己摔死的，街坊们都看着呢。您审案辛苦，这点心意全当茶水钱。光天化日，当街受贿，律法何在？还挺懂事。王六出老千不成，还闹事，罪有应得。本帅判赌坊无罪。混官！琥珀，你这石阶为何修得如此尖锐？啊，这为了显气派呀，大帅！气派个屁！这叫严重的安全隐患。老子3令5申搞基建要安全第一。今天磕死个赌徒，明天磕到路过的3岁小孩怎么办？这可是大钱未来的花朵，你负得起责吗？那大帅的意思是，人是自己摔的，但你家这破台阶就是帮凶。本帅判你承担3成责任，罚银2000两，现在交。2000两！大帅，刚才不是给了您500？那500是你交的案件加急审理费，这2000是受害者的伤亡抚恤金，2码事儿。不服？不服，老子现在拉红衣大炮来平了你的铺子！服！小人这就去拿钱。强行碰瓷，反向敲诈黑心赌场。这2000两归他们，拿去买口棺材，把那个人渣埋了。但是，财帛动人心，你一个毫无背景的寡妇拿着2000两，明晚就得被泼皮抢光，连命都保不住。哼，狐狸尾巴露出来了，绕了半天，还不是要找借口私吞？
来人，押着他去城南钱庄，把这2000两死死存进他名下，立下死规矩，除了他本人，谁也不准带领，每个月只准抽取5两生活费。是。拿这钱的利息，明天把这俩小崽子给我塞进城东私塾，让钱庄掌柜亲自给我盯紧了。若是城里哪个不长眼的泼妇敢打这孤儿寡母的主意，老子诛他3族！谢大帅救命之恩，谢青天大老爷！谢青天，谢青天！好官也是贪官，在大帅的规矩里，谁让百姓吃不上饭，大帅就敢砍谁的脑袋。老李，走，咱们去对面那座揽月楼看看，这位能让全城百姓跪呼青天的谢大帅，到底在听什么绝世好曲？站住！面生啊，揽月楼规矩，入场先见资，咱们这儿不交代穷酸。放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个青楼竟敢当街设卡！王土归皇上管，但这揽月楼的门归咱们谢大帅管。怎么想闹事？京城大商号想和谢大帅谈个生意，他在哪个包厢？我们要见他。哎呦，贵客，大帅在2楼天子1号。不过大帅正忙着办公室，您想插队得交个 VIP 加急接见费。见个大帅还要加急费？你有多少？不多，500两。哼！朕在太极殿接见1品大员都不收钱，他见一面要500两。好，好得很。这哪是边关苦将，这分明是土皇帝在早朝。说好的引兵燕杀呢？说好的夜宿冰窟呢？ VIP 插队的，旁边太师以上候着，等老子把这批公事办完。好，我们就在这看着大帅是如何办公事的。诸位，今年关外的马匪闹得凶，朝廷又不给老子拨足够的军饷，我手底下8万弟兄总不能饿着肚子去剿匪吧？所以本帅决定，今年的边境商贸保护费上涨3成。荒唐！你身为朝廷命官，竟敢公然敲诈勒索！你们这些外商莫怕，他若敢强买强卖，尽管去京城告御状，老夫替你们做主。哼！多谢谢大帅体恤，涨3成，太合理了。只要挂着大帅的黑龙旗，关外的悍匪宁可饿死都不敢动我们1根毫毛。这钱我们交的心甘情愿。对，多亏了大帅的铁骑，我们今年利润翻了2倍。大帅，这是小人补交的3成，您点点。绝对的武力威慑，换取极致的商业安全，再收割天价保护费，这分明是死死掐住了边关的经济大动脉。行了，公事办完，2位花500两插队，谈什么大买卖啊？鄙人姓赵，京城做粮食和铁器的大买卖，想在边关寻些门路，只要大帅行个方便，钱不是问题。哟，京城来的赵老板，失敬。飞鹰，上菜单。赵老板，初来乍到得守规矩。京城商人特许经营证5000两，运货得交道路养护及马粪清理基金2000两，囤货得交消防防盗险3000两。当然，看您面善，我推荐大帅府的至尊黑金全家痛 VIP 套餐，一口价1万两，包您在边关横着走，划算吧？1万两？你怎么不去抢国库？老先生此言差了，抢国库犯法，交保护费自愿。赵老板刚不还说钱不是问题吗？怎么1万两都拿不出来？拿不出门在后面，慢走不送。好，1万两就1万两，
老李，拿钱。老爷，咱们带的都是大额现票，一路交罚款、入城费、门票。刚才那500两是咱们身上最后一张现银了。我堂堂大前天子，微服私访被薅羊毛薅到破产了。没钱啊？没钱装什么大尾巴狼？费音，送客，别耽误老子听曲儿。谁说我没钱？此玉乃当世极品，在京城少说值2万两白银，拿它做抵押，换你的套餐，够不够？什么破石头雕的花里胡哨，成色一般，勉勉强强值个8000两吧。8000两？你瞎了眼？那是……在老子的地盘，老子说8000就是8000。还差2000两，明天记得补上。飞鹰，给赵老板写收据。谢爷！你横征恶敛，公然敲诈中饱私囊，你就不怕京城当今天子知晓，一道圣旨下来，抄你的家，灭你的族吗？皇上坐镇太极殿，他懂个屁的边关疾苦。他知道蛮子的弯刀有多利吗？他知道弟兄们在零下20度的雪窝子里趴3天是什么滋味吗？我不坑你们这些负伤肥牛，拿什么给战死的兄弟发抚恤？拿什么给麾下的将士换最好的铁甲？在这鸟不拉屎的北境，京城的圣旨不如老子手里的钢刀管用，朝堂的规矩不如老子库房里的真金白银管用。只要钱到位，能让弟兄们吃饱穿暖打胜仗，别说是皇上查办，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站在这揽月楼的门口，他也得给老子老老实实的买票交钱。放肆，狂妄，简直是大逆不道！朝廷待你不薄，你身为一方驻帅，不思精忠报国，却在此处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如今更是口出狂言，目无君父。你简直把大前武将的脸面都丢尽了！你就是个只认钱的活土匪！你想杀人灭口，丢尽了武将的脸面。你们这些在京城里喝着热茶、逛着教坊司的酸儒，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的脸面？谢大帅，这位老先生话虽直，但理却不错。朝廷并非不管边关，每年300万两的军饷，难道还不够你花销吗？300万两，在你们这群外行眼里，300万两是不是能买下半座京城了？老头，你会算账吗？老子今天就给你好好算一笔。北境苦寒，普通皮甲一刀就透，想要挡住蛮子的弯刀，就必须穿重甲。一副大前制式明光铠，造价120两；一把斩马刀，造价30两。北境没有草场，战马要保持体力冲锋，每天得吃精致豆料，甚至要拌上鸡蛋和盐巴。一匹战马1个月的脚骨，就是10两白银。老子麾下8万重甲骑兵，你告诉我，朝廷1年给的那300万两够不够他们换一次马蹄铁？我不坑你们这些富商，不收外邦人的保护费，我不在城里搞那些乱七八糟的罚款名目，我拿什么去填这8万人的无底洞？拿什么给那些战死沙场的兄弟发抚恤金？拿什么去买铁质浇筑城墙？可你这终究是贪腐之举，是国贼行径。你若真有难处，大可如实上奏朝廷，将这8万众军亲报备兵部。报备兵部？我呸！满朝文武皆是酸儒，我要是敢如实上报，说边关有8万重骑，国库丰盈，你猜京城那帮人会干什么？兵部会立刻派人来接管军权，户部会立刻停发我所有的军饷，而你们那个脑子有坑的皇帝，会因为忌惮我拥兵自重，连夜派监军太监来我的军营里指手画脚。一群连刀都没拿过的废物，要是让他们来指挥边关，蛮子的铁骑早就踏平这定保城，长驱直入，杀到你们京城城墙底下了。我宁愿当个遗臭万年的贪官，
宁愿被天下人戳着脊梁骨骂国贼，我也绝不让蛮子的马蹄逃进大钱半步。大钱满朝文武，天天在太极殿上高谈阔论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党同伐夷，中饱私囊。而这个满嘴流氓话的贪官，却独自扛下了所有的脏水，硬生生为大钱筑起了一道长城，简直是荒谬至极！你休要在这里危言耸听、巧言乱色！8万重甲骑兵，你当这是撒豆成兵吗？就算你把边关的地皮都刮下一层来，也绝不可能养得出这么多重骑。老夫看你分明就是为了掩饰自己贪墨受贿的罪行，故意捏造出这8万重骑的弥天大谎。老头，你不信啊？也对，就你们这帮京城来的土包子，见过最大的场面，估计就是菜市口杀头了。老夫生平只认眼见为实。你若真有8万重骑，老夫就算把头剁下来给你当球踢，也心甘情愿。哼，行啊。什么意思？想看我的底牌，想看那8万重骑，可以。没现钱，好办。赵老板既然是京城大商号的东家，那就签了这份边关基建入股协议，拿你在京城的商铺地契做抵押，签字画押。要是敢赖账，我今晚就把你们俩扒光了，扔出城外喂狼！你穷疯了！刚才坑了我们的传家宝，我们身上连一个铜板都没了，你还找我们要钱？规矩就是规矩，签字我带你们去开开眼。要是敢耍花样，今晚我就把你们俩扒光了，扔出城外，去喂关外的野狼。光天化日，强敲勒索，你这是在逼良为娼！老李签了他。老爷，这可是咱们在京城的大半阶底啊！签了这字据，咱们可就真成了他这流氓大营里的肥羊了。我说了，签。如果他真能让我看到8万大钱重平兵，莫说是在京城的几间商铺，就是把大钱1半的国库搬来，我也是。赵老板大气，签吧，签完带你们去长长见识。来人，给这2位金主蒙上眼，带他们去后山大营溜达溜达。老爷，这荒山野岭的，他不会真拿了钱要把咱们拉去喂狼吧？到了，下车。摘眼罩。真的，竟然真的有8万重骑！怎么样，赵老板？我这8万头吞金兽还入得了你的眼吧？大钱之幸，这是大钱之幸啊！重甲又如何？阵型再齐又如何？你看看他们吃的什么？这不就是你们奏折里写的掺了沙子的粗劣杂粮吗？拿这种狗都不吃的东西喂兵，你这也叫爱兵如子？简直是丧尽天良！来，老头，你咬一口尝尝，别崩了你的老牙。哼，尝就尝，老夫今日就要揭穿你这苛待将士的国贼真面目。这是好吃吧？大帅发明的，这叫单兵极限压缩干粮，里面可没有一粒沙子，全是用顶级的风干牛肉末、核桃仁芝麻，再加上高糖分的蜂蜜，用铁块死死压制出来的。就这么一小块，够咱们在雪地里急行军顶1整天的肚子。奏折上说，弟兄们饿极了，连沙子都往嘴里咽。原来这就是他口中的沙子。兵部那帮犯同发霉的陈粮，在谢爷的这支无敌之军面前，确实连当饲料都不配。谢大帅。哟，赵老板这是干嘛？给老子拜千年啊？不，我是替大钱的江山，替那些在朝堂上纸上谈兵的庸臣，给你赔个不是。谢爷，你才是大钱的柱石。大帅，不好了！慌什么？蛮子打过来了。不是蛮子，
是咱们安插在黑市的眼线来报，朝廷兵部里那帮主和派派来的暗探，今天突然在黑市惹是生非。哼，惹事就抓起来打顿板子，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是啊，大帅，那帮暗探疯了，他们摸到了城东的甲字号仓库，企图放火烧毁咱们准备卖给蛮子那批军用铁器。什么？你竟然真的在黑市走私军用铁器，还卖给蛮族？大钱律例，私卖铁器与敌国者，形同谋反，满门抄斩。他谢爷就算对将士再好，若是真干出这等资敌卖国的勾当，那也是十恶不赦的死罪。烧老子的铁器，找死！来人，备马。点齐500重甲，跟老子去黑市！走，去杀暗探！跪下！大帅，就是这狗子带着火油摸进来，想把咱们这批新打的铁器全烧了。幸好弟兄们眼尖，把他按下了。胆子不小啊，敢在老子的地盘放火。说吧，哪条道上的？谁派你来的？这是兵部尚书专属的密令通牌。兵部那帮主和派的酸弱，竟然真的派人潜入边关，暗中破坏边防贸易。老爷，这是京城来的人，咱们得救他，不能让他死在这流氓军阀手里。大人，救命！我是京城。聒噪！跑到北京来烧老子的钱，天王老子派来的我也照看不误。拖下去，喂狗！你竟敢当街杀人灭口！那可是朝廷的人，就算有错，也该押解回京3堂会审。这谢爷简直是狂妄到了没边，杀朝廷暗探如杀鸡。谢大帅，这批货没受什么影响吧？哟，赫连首领，放心，这贼人还没点火就被抓了，货好着呢。好刀，大钱的锻造工艺果然是天下无双。谢大帅，这批铁器我们草原全要了。哈哈哈哈哈！爽快，一口价10万两白银，概不歇欠。没问题，来人，抬银子，赶紧装车出关。住手！不能卖，这是资敌呀！谢爷，我最后问你一次，那批铁器你当真卖给外邦了？赵老板，怎么？你想替朝廷执法啊？好得很，大钱国造绝不能毁于资敌。趁今日哪怕走不出这座边城，也要亲手斩了你这叛国贼！大帅小心！蠢货！这是什么？真以为老子会把真刀卖给蛮子？这是老子让人用高浓度酸液泡了整整半个月的废铁渣，表面光鲜，但只要上了战场，和咱们重骑兵的战刀一碰，当场稀碎。老子用一堆废铁，不仅骗了蛮子的10万两白银充作军费，还能让蛮子产生装备精良的错觉。等两军对阵，他们手里的刀一碰就碎，老子的重骑兵就能像切白菜一样把他们全宰了。结果刚那个京城来的蠢货暗探竟然想一把火烧了这批废铁，他这一烧，蛮子不就起疑心了吗？老子布局半年的杀局就全毁了。老赵，你给我评评理，这种坏了老子军国大事的蠢货，老子砍他一刀，冤吗？朕这半辈子学的帝王心术、兵法谋略，在这个流氓面前，简直就像个3岁孩童般可笑。他不仅骗了蛮子的钱，还要在战场上坑死蛮子的人。骗子！大钱人都是骗子！10万两白银啊！谢爷，你把钱退给我，否则我们单于绝不会放过你。退钱？你第一天在北京混啊？老子的规矩是离柜概不负责。你这卑鄙小人，
我要去大前京城告你诈骗。去啊，不过我得提醒你，你买的是军械，按大钱律，走私军械是死罪。你去告我，我顶多算个卖废铁的奸商。你可是要被凌迟处死的。去吧，路费不够我借你。滚！再多说一个字，老子现在就把你们当细作全宰了！就这么把他们打发了？那10万两，10万两冲入军饷，给弟兄们加餐。赵老板，贱掉了，不捡起来。刚才不是还要替天行航，活批了我吗？谢大帅，今天这事儿您必须给咱们一个交代。这钱大掌柜真有印象，他背后的靠山正是京城兵部那几个主流派的侍郎。他们这时候来干什么？哟，老钱，老子正忙着查暗探，你带着这么多人来干什么？逼宫啊！大帅言重了，草民不敢。只是这几个月，大帅巧立名目，什么摊位费、保护费、过路费，涨了一波又一波。咱们这些正经商户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呀！所以，咱们北京商会一致决定，从今日起全面罢市，城内所有的米铺、铁匠铺、布庄全部关门歇业。罢市？那城里10几万百姓吃什么？大营里8万卷是用什么？这就得看谢大帅的意思了。只要大帅免除咱们3年的税数和保护费，并且交出北境的军需物资调拨权，由我们商会和兵部派来的监军共同管理，咱们立刻开始送粮。这哪里是罢市？这分明是京城文官集团借着商户的手，在断北境军营的粮草。他们想趁机夺谢爷的兵权。交出物资调拨权，免除保护费，你是不是觉得老子手底下这8万大军的吃喝拉撒，全靠你们这几个土财主养活着呢？哼，难道不是吗？北境苦寒，不产米粮，全靠我们商会从江南运粮。如今商路断绝，大帅的兵不出3天就得饿大子。那你就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我这几个月收上来的天价保护费到底干什么去了？匪银在呢，大帅。念给这位钱大掌柜听听。大帅用这2个月收缴的300万两外商保护费，暗中打通了西域8国的免税商道，同时通过大帅名下的地下黑市物流网，绕开京城官道，直接从江南水路调用平价物资。就在一炷香前，由西域商队护送的50万斗新粮、3万套玄尖甲片、10万匹玉铠冬衣，已经顺利通过西门，全部入库北境军备大营。这不可能！没有我们商会的手令，江南的粮商怎么敢把粮食卖给你们？因为老子给的钱多啊，蠢货！我用比你们高2成的价格收购，现款现结，那帮江南粮商恨不得叫我亲爹！你真以为你那点破米铺能卡住我8万重骑的脖子？绝了！这手底牌藏得太绝了。他用黑市建立了一套完全独立于朝廷文官之外的超级物流系统，这哪里是贪官，这简直是不世出的战略天才！大帅，大草民知错了，草民立刻开始，立刻开始！晚了，你刚才说你要断绝老子的军需是吧？大帅饶命，草民是一时糊涂，被猪妖蒙了心啊！暂时断绝军需，形同叛国。老李，大钱律例怎么判？按律当抄没家产，流放3000里。听见没？朝廷御史大夫亲自判的案。来人，把这几个闹事的商户全给我绑了！立刻查抄他们名下的所有米铺、钱庄、宅院，一颗粮食1文钱都不准放过，全部冲入军费。谢大帅，你到底还藏了多少后手？怎么，赵老板刚才还没参观够？行，反正你交了1万两门票费，老子今天就让你觉得物超所值。老李，过来一起看，别说老子只会贪污。
看到关外那几个蛮族部落没？朝廷只知道派兵去打，打赢了也守不住，费钱又费力。老子换了个玩法。什么玩法？我用从外商那里收来的保护阵，在黑市上以高出市价10倍的价格，疯狂收购蛮族的羊毛。10倍高价，蛮子那帮穷鬼眼睛都红了。结果就是他们全族的青壮年都不去种田，不去打猎了，全跑去放羊剪羊毛。不到2年，蛮子的粮食产量锐减80%，现在全靠从我这儿高价买陈粮续命。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你用钱毁了他们的农业根基。不仅如此，这哪里是打仗，这简直是釜底抽薪、断子绝孙的毒计。不出3年，蛮族不攻自破。他不仅是绝世名将，更是掌控天下财富的经济核武。大钱有谢也，何愁蛮族不灭？何愁天下不定？谢大帅，其实我……老爷小心！大帅，这刺客的易容术太差了，身上的杀气熏得奴家鼻子痒。大帅，这刺客的血太臭，熏得奴家头疼。你一个青楼舞女，怎么会带着军用连弩？青楼舞衣，属下北境大营暗影司统领飞鹰参见大帅。暗影司统领，你一个胡姬，掌管北境大营的情报暗杀大权。大千的情报网，最高级别的是朕的引龙卫，可这谢爷竟然在边关自己搞出了一个暗影司，而且还是用萧金仆的头牌花贼做掩护，借着接待各国首富商务的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搜集天下情报。这等心机，简直深不可测。行了，起来吧，没外人。暗影司非紧急军情不露真容。说吧，关外发生什么事了？逼得你当众亮地牌。大帅，咱们的经济战彻底引爆了。就在1个时辰前，暗影司安插在突厥王庭的探子发来最高级别的血信，蛮族单于呼延拔疯了。发现马不下宰了？不仅是马，呼延拔发现他们花10倍高价卖给咱们羊毛，虽然赚了满帐篷的银子，但整个草原今年颗粒无收，而咱们运过去的陈粮又被下了绝育药。今年春天，整个蛮族36部没有生出一匹新马驹。呼延拔本来还指望着用那10万两白银在黑市买到的大钱金铁长刀来武装精锐，强行扣关抢粮。可刚才那批酸铁刀被运出关外不到30里，他们试刀的时候，刀全碎了。呼延拔得知消息，当场气得吐血3升。他终于意识到，整个蛮族36部被大帅您一个人用银子、废铁和绝育药彻彻底底的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心理承受能力不行啊，那他想怎么着？狗急跳墙，孤注一掷。呼延拔已经撕毁了10年的和平盟约，斩杀了大千的使臣祭旗。他集结了草原所有36个部落的青壮年，连13岁的孩子都跨上了马背，整整30万铁骑倾巢而出。大帅，他们没有退路了。呼延拔下了死命令，3日之内必须踏下定北城。他要屠城抢粮，用满城居民的血来洗刷蛮族的奇耻大辱。30万！立国以来，敌军从未有过30万大军同时扣关的先例呀！完了，全完了！咱们定北城就算有8万重骑兵，可重骑兵是用来野战冲锋的，根本不适合守城啊！这等于是拿命去填，怎么可能挡得住30万疯狗的拼死反扑？
这定北城若是破了，蛮子的30万铁骑就能长驱直入，直逼京师。大前的半壁江山，恐怕都要生灵涂炭。如果谢爷没有把蛮子逼得这么狠，是不是就不会招来这场灭顶之灾？文官主张的花钱买和平，虽然憋屈，但至少能保住眼前的安宁啊！大帅，北方长城一线点燃了最高级别的烽火，敌军前锋距离定北城已不足30里，黑云压城啊！大帅，蛮子打来了，快跑啊！30万大军要屠城了！谢爷，你闯下大祸了！30万大军这城守不住的，趁着敌军还没合围，你快下令大军掩护掩护赵老板撤退，再不走，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逃，往哪儿逃？他是大前的天子，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我不走，老李闭嘴！今日就算定北城化为焦土，我也要和这满城将士死战到底！吵死了，嚎什么丧？撤退，死战？你们京城来的人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吗？京城来的赵老板，你刚才花了1万两买的门票，本来只能看看兵营，但老子今天心情好，给你免费升个级。你到底想干什么？干什么？跟我上城楼，老子今天让你开开眼，带你看一场价值200万两白银的超级烟花大秀。30万，真的是30万大军！谢爷，防具呢？守城军械呢？你城头为何连个弓手都不布置？你难道是想大开城门，献城投降？投降！大前祖训：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谢爷，你若是敢为了苟活而开城投降，朕今日拼了这条命，也要用这道圣旨将你诛杀于城头。弓箭手，滚木掠食。老头儿，你知道培养一个合格的弓箭手要多少银子吗？你知道一壶精铁打造的羽箭要多少钱吗？拿老子的钱去听个相，真当老子是冤大头啊？你简直不可理喻！大帅，城里乱套了，那些外邦商人和本地商户听到30万大军扣关，吓得全躲在家里哭嚎。有几个大商队甚至想强冲南门逃跑。逃？进城交了钱，老子还没让他们把口袋偷空，谁敢逃？传老子的军令，去！把城里那些身价在1万两以上的 VIP 外商全给我请到那座高台上去。请他们干嘛？这可是打仗啊，大帅！老子收了他们的天价保护费，现在不就是展示老子安保实力的最佳时机吗？给他们在高台上摆好太师椅，吃上最好的明前龙井，开盘口让他们下注，赌今天这30万麻子有几个能活着滚回草原。那普通百姓和没钱的商户呢？告诉全城百姓，不怕死的，全给老子来城墙根底下干活，搬运火药箱子，给将士们做饭送水，工钱1天1两银子，当场结账，绝不拖欠。1天1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去传令。诺。大帅说了，1天1两银子，谁也别跟我抢，这箱子我来扛。快，把锅架起来，给大军炖肉，赚大帅的钱啦！疯了，全都疯了！用保护费稳住商贾，用高薪调动百姓，在大战降临的绝境之下，他竟然用商贾之道，把一座孤城变成了铁板一块。谢爷，你的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谢爷，出来回话！哟，这不是呼言单于吗？怎么，前阵子买的废铁刀不顺手，今天带着30万人来退货啊？你这无耻的奸商！谢爷，本单于知道你的本事，你麾下战力无双，
却被大前朝廷那帮酸儒文臣死死打压。你在这里吃兵燃杀，京城里那个瞎了眼的昏君却在享清福。大前皇帝不识人才，但他不配拥有你。蛮夷狗贼，胆敢辱击圣上！谢爷，只要你今日下令打开城门，归降于我，本单于向长生天发誓，大前的半壁江山你我平分，你就是未来的北境之王。金银珠宝、绝色美人，任你挑选，总好过你在这里给那个瞎子皇帝当看门狗。开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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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谢爷有半点犹豫，敢说出一个降字，哪怕拼着定北城破，也要先斩了这叛将。老赵，你可是京城来的大老板，你听听，他说皇帝是个瞎子，是个不识人才的昏君。半壁江山，北境之王啊，这条件是不是挺诱人的？你说我这城墙上连个弓箭手都没有，面对30万大军，我是投呢还是不投呢？谢爷，你若降了，你就是遗臭万年，连猪狗都不如的卖国贼！但你若能守住这座城，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权倾朝野也好，富可敌国也罢，只要大前国号不灭，这天下除了那把龙椅阵，我全都能给你！好，老赵，算你是个有种的男人。想进我定北城？行了，拿命来买票！不识抬举的狗东西，既然你找死，本差役今日我就踏平你的定北城，破城之后大掠3日，寸草不留。他们冲过来了！他们冲过来了！就算是那批刀一碰就碎，可那是整整5万头狼啊！就算他们用牙咬、用手爬，也能把这空荡荡的城头给淹没。谢爷之事，分明就是放弃抵抗了。谢爷，你这误国误民的千古罪人！大军压境，城墙上连一兵一卒都不布防。你平时贪图享乐，在揽月阁里保着胡姬喝花酒。现在敌军杀到眼前了，你连抵抗都不敢抵抗了吗？老李，你吃错药了。老夫没吃错药，是你这国贼无药可救。我大前朝廷每年拨给你300万两军饷，你不仅不知感恩，反而横征暴敛，中饱私囊。你养重骑兵又如何？你搞经济战又如何？如今蛮夷30万大军兵临城下，你这无方的空城，就是你玩火自焚的下场。你死不足惜，可这满城10几万手无寸铁的百姓，就要因为你的狂妄和枯懒，沦为蛮夷刀下的亡魂啊！骂完了，骂完了就滚一边去，别挡着老子看戏。看戏？你把这亡国灭种的惨剧当成看戏？好，好，你这等贪生怕死、毫无廉耻的武夫，老夫指望不上你。老夫李长风识大前俸禄，受皇恩浩相，今日定北城破，老夫虽手无伏击之力，但也绝不且偷生。老夫愿以残躯从这城头跃下，血溅黄沙，以此唤醒大前满朝文武的血性，唤醒你们这帮武夫的良知。老李不可！哎呦！跳个屁的跳！老子这城墙是用铁枝浇筑的，你这把老骨头跳下去，别把老子的城砖给磕坏了。你想死没门儿！你今天就算想死也得给老子憋着。你要是死了，待会儿打完了仗，那一笔笔的天价账单，谁来给老子写折子报销？
你这破皮无赖，死到临头了你还惦记着报销？哼，死到临头。200步，大前最精锐的弓箭手也必须在这个距离放箭了，否则绝对挡不住骑兵的冲锋，连一个士兵的身影都没有，要完蛋了。北境大营，炮子营，听令！啊！全军听令，给老子先布！这是什么怪物？老赵、老李，看到了吗？左边这100门是老子用突厥人教的保护赋铸出来的，右边这100门是老子用你们这些京城富商交的罚款和入股金打磨出来的。老子这几年在边关背的所有骂名，挨的所有脏水，全变成了这里的铁疙瘩。下辈子投胎做个聪明人。开炮！继续装填，给老子狠狠的轰！那是什么？大钱？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谢大帅，你有如此国之重器，为何不上报朝廷？为何不将图纸献给兵部？若是早将此物装备大钱全军，我大钱何惧蛮夷？你又何苦背上那千古骂名，受这等委屈啊？上报朝廷，献给兵部。老子若是把图纸交上去，你信不信？明天兵部那帮水河派的酸儒就能为了所谓的息事宁人，把图纸卖给外邦换取和平？你信不信？户部那帮贪官会立刻打着铸造国之重器的名义，从国库里疯狂捞钱，最后造出来的全是一炸就碎的废铜烂铁。你信不信？京城里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会因为忌惮老子手里有这种杀气，立刻派100个太监来定北城做监工，连老子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底裤都要管？老头，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防麻子只需要大炮，但我防京城里那帮道貌岸然、只知道党同伐异的酸儒，我只能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我不装成一个贪财好色、胸无大志的流氓军阀，他们怎么可能放心把北京交给我？我如果不从外商身上敲诈保护费，这买火药、铸大炮的几百万两银子，你们朝廷谁给老子掏？是你给，还是那个坐在太极殿上的皇帝给？他们骂我是国贼，可以；他们说我是贪官，可以。但是这片地，老子绝不能丢。只要我谢野还有一口气在，蛮子的马蹄就别想踏进我大钱1寸疆土。大钱有你，是天下之幸，却是我这个皇帝的悲哀。朕竟然让大钱最忠诚的著述，背着最脏的骂名，在这孤寒之地，独自对抗着外敌和朝堂上的暗箭。大帅，蛮子溃退了！想跑？现在跑不觉得晚了吗？传令，大开城门，8万正甲骑兵全军出击，给老子把他们赶尽杀绝！能抓活的抓活的，抓不到的就地剁了！啊！谢爷，你不讲武德，打仗就打仗，你为什么还用经济拉垮我们？你高价收羊毛，断我们的粮，你下药绝我们的战马，你卖假刀骗我们10万两白银，现在你还弄出这种怪物大炮来哄我们，长生天会惩罚你的！谢谢夸奖啊，不过你记错了，长生天不管这片地，这片地归老子管。是时候让一切真相大白了，是时候给这位忍辱负重的不是战将一个真正的交代了。老爷，您手里拿的是……老赵，你受刺激疯了？4块黄布在那笑什么呢？那布料看着挺名贵，值不少钱吧？老李，左都御史李长坤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大帅，这京城来的赵老板是当今天子啊！原来是皇上，难怪刚才在揽月楼掏钱那么痛快。这才是大钱的柱石。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莫说是朕微服私访，就算是天塌下来，他谢爷也依然是这北境的王。谢爷，朕在京城之前误以为你是贪财好色、拥兵自重的国贼，到现在朕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你用贪官的骂行做掩护，硬生生砸出了一支8万重骑；你用黑市做局，打赢了一场兵不血眼的经济核战。你更是用这些所谓的赃款，铸造出了能保大钱100年太平的国之重器。你不是国贼，你是朕的大将军，是大钱的军魂。朕今日在此立誓，即日起彻底废除兵部对北境的一切辖制，北京军政财权由你谢野一人节制，先斩后奏，皇权特许。等朕回京，速朝朝堂，便立刻下旨，封你为北京异姓王，世袭罔谈，与国同修。异姓王，听着名头挺响亮的。飞鹰，把刚才那场的账单拉出来，给皇上过过目。是大帅。谢大帅，这是何意？皇上，封不封王那都是以后的画饼，咱们先把眼前这笔实实在在的账结了吧。刚才那一战，咱们200门红衣大炮一共打了1万发实心弹和开花弹，这炮弹可是金刚加特制火药，造价昂贵，算你有溢价，50两银子一发，这1万发就是50万两。50万两，你这是金子做的炮弹啊！大炮后坐力太大，朕的定北城城墙出现了磨损，这笔城墙震动责教费收个10万两不过分吧？还没完呢，我那8万重骑兵出城收割残局，战马跑饿了得吃叶草吧？将士们听大炮响，耳朵被震得嗡嗡作响，这精神损失费和听力恢复营养费起码得20万两吧？还有清理战场的垃圾处理费，买草席买死人的丧葬赞助费，成会总计200万两白银。既然赵老板是皇上大钱最大的金主，那这笔钱国库出了吧？朕刚许诺给你封王，朕刚把整个北京交给你，你转头就跟朕要200万两的炮弹钱，连听力恢复散养费这种离谱的名目你都能编得出来？你放肆！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将士们为国杀敌本是天职，你怎敢向皇上索要200万两的军费？你这简直是敲诈勒索，是讹诈国库！讹诈国库？老东西，你以为大炮是天上掉下来的？你以为8万中甲骑兵和西北风就能活？刚才要不是老子这200万两白银砸出去，现在躺在城墙下面被野狗啃食的，就是你和你们这位皇上。皇上，您刚才可是金口玉言，说我要什么给什么。怎么，现在连200万两实打实的军费都舍不得掏了？哼，如果是这样，那这异姓王老子不当了，这北京老子也不守了，老子现在就带着8万地府散伙，你自己回京城去跟蛮子讲你的仁义道德吧。别，朕给，朕没说不给。嘿嘿嘿，皇上痛快。那皇上您看，您是在定北城再玩2天，顺便办个边关深度游豪华 VIP 套餐，还是我派人直接护送您回京去筹钱啊？回京？这现在就回京！再待下去，朕怕连龙袍都被你拿去当了抵押门票。老爷，不，皇上，这谢爷实在是个千古奇人，贪财如命，却又忠肝义胆，手段下作，却又心怀天下。微臣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了。评价？此子如妖，此子如魔。但只要有他在北境一日，我大钱的江山便可高枕无忧。回京，准备200万两银子。朕倒要看看兵部和户部那帮老顽固看到这张账单时会是怎样一副精彩的表情。哈哈哈哈哈哈！